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这个周末在垦丁玩，但是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会去访谈一个女生，她是决定要离开她城市的生活，因为爱海边，想住在海边，所以她决定要来到垦丁。我会去访谈她，去了解住在海边到底好不好玩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OK， 橘子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最近在想，如果可以住在海边。我的生活会不会比较快乐吗？会不会比较刺激吗？我知道很多台湾人可能为了工作决定要去大城市工作，但是你是决定要做相反的，你是台南人，对，我是台南人。然后几年前决定要来到垦丁，没错，恒春住，怎么会决定要来到垦丁？我那时候决定要来，是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，我就很想要学冲浪，可是我觉得冲浪离我好遥远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念书，我就觉得哇，我要去海边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垦丁的海，就是那种蓝蓝的海边。然后我就上网找了一个打工换宿的那个社团，然后就去想说，那我要在趁我在工作之前，想要让自己放一段假，然后去学冲浪。然后殊不知我去学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回去了。我来垦丁住7年了，超久。7年哦。7年，对我来讲，垦丁真的是台湾最放假的感觉，很度假一个地方。对，所以你在垦丁做什么？我的工作吗？我的工作在做一个女生的夏令营，就是带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室内，就是一样在用电脑工作啊。对，因为我原本是做设计的，做设计方面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宅的女生。但是我接触到冲浪啊、潜水等等之后，我从一个很白的人，然后变成一个很黑的人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段事情是很有趣的。那我就想说，分享给很多人，可能现在都在上班，然后他们也想要尝试这样的生活，可是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来做这件事情，我来邀请你来体验我的生活，你花个3-4天的时间，然后你来垦丁，我带你去玩。我认识很多台湾人，都很想离开他们的上班族的生活，上班的圈圈，然后享受海边的生活，但是不一定可以的，可能跟经济有关系，或是家庭会反对啊之类的。没错。你当初决定要离开台南，你的家庭有什么反应呢？我的家庭吗？我家庭说超棒的，因为很棒哦。因为我从台北要到台南。Okay. 要搭很久的车，可是如果我从垦丁到台南，其实只要3个小时。他们会觉得比较近啦。OK。但是我其实也没有比较常回家，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子我会比较常回家，但距离比较近。对，但其实我也没有。我的家人就觉得，如果我想做什么事情，就去试试看。所以从一开始都会支持你。对，他们没有反对啊，只是就会很担心我怎么晒这么黑这样。小朋友长大了，大人终究还是会放手，只是一开始他会想说，有一点疑惑，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事情。可是你慢慢去跟他分享说，其实我的生活变得更好，然后我也比较快乐，其实他们都会接受。那你在垦丁的一个 typical day 是什么样子？因为你到台北啊，可能早上起床去上班，一整天在上班，然后下班就吃饭回家睡觉。这个感觉。我怕我讲出来大家会很羡慕。真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边跟上班族很不一样的是，因为我原本也有当过上班族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每天9点要到公司，然后可能到6点都还在公司，甚至有时候会加班超过那个时间。可是在这里的生活基本上不太可能加班，很多人在这边都是服务业工作，可能饭店啊，然后或者是带大家去玩水上的潜水教练等等，这一类都是观光性质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就是跟着来玩的人的作息，可能11点退房，5点天黑，大家就不工作了，因为大家都要回去啊。然后就是那些冲浪、潜水的，大家也都要上岸，所以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规律的生活。然后像我们如果有做民宿的话，就是我们11点要送客人走，因为他们要退房，所以我们就会把握早上的时间去海边冲浪。我可能早上5点就起来了，然后我就开车，然后到恒春一圈看哪里可以冲浪，然后去玩水或去潜水这样，然后回来在10点的时候把自己整理好，然后吃完早餐，然后等客人要退房。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安排啦，就是在客人的缝隙之间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所以你不用上班的时候，通常会做什么？如果是在这边的话，就通常都是待在海边，而且我们不用打电话给朋友说，哎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他们都会在海边。Okay. 你走去，你就哎，你怎么在这？你怎么在这？大家都不用工作的感觉。可是其实大家都有工作，只是我们可能聊天聊到一半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要去接客人了，我差不多要走了。哦 ，OK。你在海边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？冲浪？现在是最喜欢冲浪。以前很喜欢潜水，但现在比较喜欢冲浪。应该都会，你一定都碰过。一定都玩过啊，因为这边大家可以想象这里是一个没有电影院的地方，然后晚上也没有什么夜店什么的，所以大家一定都是在玩一些跟水有关的东西。对，都待在海边。其实我这几天都很想去自由潜水，你没有去？但前天、昨天风太大，现在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去。明天早上是我最后一个机会。你觉得住在海边附近有什么好处？住在海边有什么好处哦？我觉得前提是要你喜欢在海边生活，因为也有很多人是出生在这里，可是他可能不喜欢，他也会离开这边。但喜欢的人住在这里就会觉得很快乐，毕竟你很靠近你喜欢的事情。那你觉得恒春也不算偏僻，还是有蛮多可以做的事情吗？如果你喜欢的是比较都市的生活，好比说我刚刚讲你喜欢看电影啊，或是你喜欢逛百货公司啊，就是这些东西，这边就是不太可能。不太可能有你可以开车出去，你可以去高雄，就是但你要开1个半小时的车，对吧？但是大部分人来这边之后，这些事情就会舍弃了。OK，那相对你觉得住在海边有什么不好的？有，我觉得有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原本是住在台北，就是在台北念书，所以朋友要见面啊、聚餐啊这些。你就不能去，你只能看着你的 Instagram 或是你的 Facebook 看到他们聚在一起，但你离他们很遥远，这是一件事情。然后再来是，我觉得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没有那么多，就是如果你像做工程师啊，或者是比较需要很前端的、走在很前面的工作，这边就基本上不可能做这件事情。那我觉得一定会有人跟我差不多，就是在思考要不要试试看住在海边，但是他们不确定。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？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如果想要来住海边，我建议是可以先来这边短租1个月或2个月，或者是你来打工换宿，你先来看看这边的生活的状态是不是跟你想象一样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象。好像因为看我们的 Instagram 就会觉得，我们好像每天都待在海边，好像都不用工作，好像没有什么压力。可是其实这边的人也会有这边人的生活压力，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如果你想要搬去一个地方住，你可以尝试先搬去那边，跟那边的人生活，然后相处看看，也许会跟你想象的有落差，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里也说不定。好，那谢谢你的时间，非常喜欢听你的生活的看法。然后也希望对观众来讲也是有帮助的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